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我跟 Wilson 关于洛杉矶的讨论。Wilson 是一个大厂的软件工程师，洛杉矶是他生活了将近10年的家。LA 这个城市对我而言，它是繁华的，是混乱的，并且是孤独的。从他的故事里，他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那我们欢迎 Wilson。你在这多少年了？这8年，对吧？7、8年。7、8年了，你看，不止哦。我来美国15年来，15年1月份入学的南加大，上学上了2年。你是在这上的学，对，然后工作去西雅图待了1年，然后又回来了。你说你15年来，那到现在就是刚好10年。对，你说对了，谁能想到10年过这么快啊？一下子就10年了，谁能想到？你来是上研究生呗？对，南加大 USC。对，那你怎么毕业的时候没在这儿工作？为什么去西雅图呢？就是跟工作走。这个跟着工作走了呗。然后本来机会的话，那咱们这个专业的基本都是去湾区或者西雅图为主嘛。然后我就是那波去西雅图的人。也就是说，其实留在这儿的并不多。那你毕业了之后就 Amazon。毕业就亚马逊，现在已经是黄牌。现在黄牌了，马上就红牌了。红牌是10年对吧？对，红牌都10年。谁能想到会在这儿？这是我从了我家以外待得最久的地儿。这个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出国之前没有这种计划。洛杉矶是更像你的家，还是石家庄更像你的家？哇，这个问题好难问啊！怎么说呢？其实不是有句话叫“这个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感觉其实我的狗窝已经设置在洛杉矶了。回家的时候，回家已经没有我的狗窝了，至少家里。家里那几个房间都布置出去了，然后都给清理住了。每次回去，前几天有一点点像客人，然后后面适应了就好一点了。但是洛杉矶的话，总是有自己的那堆东西，然后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点，而且你现在问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突然就对洛杉矶开始有了一点点归属感，但这个也很漫长，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继续敞开聊。所以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那还是洛杉矶像一点，因为也是我最近有一点归属感的感觉吧。感觉石家庄现在更像是一个自己的过去的一部分，然后又是很重要的成长的一段经历，一个场景和亲朋好友。但是你的亲朋好友基本上停在了你走之前的那个感觉。对，都停在那儿了。后面就大家都是微信也联系，然后逢年过节我也近2年回国多一点了，然后大家联系多一点，不然的话还是有点脱离每 day to day 的这种日常生活。他也有自己的，其实你也不在别人的生活里了，对吧？你的过去的小伙伴、朋友、亲戚的和自己的生活。很残酷的现实啊！对啊，就是不知不觉，其实石家庄就是实际上讲已经是故乡，对吧？是故乡，但是你要说家，这个每天给你生活能量的地方，那确实是现在还是洛杉矶了。你刚刚说跟这个城市有归属感了。哪一个瞬间你觉得你属于这个城市了？我本来想开个玩笑的，我想开，我是想说，上交通法庭和法官打交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 local， 对，能够不看导航去很多地方。我现在在这一片已经不需要再看导航了，比如说想去吃什么，想去哪个超市，上班，比如说哪天夜里想吃夜宵，去哪家店，去哪个酒吧，包括那个小吃店的店主已经谈笑风生了。我懂你意思，就是认识了这一片的 business owner 吧。不需要再靠 Google Map 去决定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刚刚跟这 office 里面的就是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了类似特点。是吗？对，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即便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我也没有特别跟就所有人特别熟嘛。
就building 里面的工作人员，但是你知道他名字，他也知道你名字，对，你们俩可以聊2句，这就给我一种 local 的感觉。对，就是真正和这种完全没什么关系的同公司的人，像他是前台嘛，我们是 SE， 平时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我忘带 badge 的时候太多，后来他就记得我了，他记得我，然后我就记得他了。对，每次都要找他补办 badge， 然后他每次都特别热情的，一点都不觉得我烦，一点都不会说我说你怎么又忘了，什么都不会说，每次都会充满热情的，那个跟我说我来帮助你，这个拿 badge，Don't worry， 就是永远是 Don't worry， 就特别解压。你过了多长时间才觉得你跟这个城市就是契合起来了？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外来的？我觉得有一个瞬间是你得放下我等着被契合，放下这个心态，我需要等着被洛杉矶接纳。当你转换成从等着被接纳的心态变成我来接纳你们，我来认识你，我来接纳你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种感觉。具体来说就是你愿意去跟更多人陌生人去聊天儿，然后包括邻里。你刚才又说了归属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认识了更多的本地的社会资源，有一个归属感很重要，就是医生啊，医生你的 primary care provider，你的家庭医生，你的那个就是我们国内不是那么看医生，我们国内一般都是自己去看科室，有谁看谁。这儿的有一个那个全科医生，先负责你所有的档案，对，然后你出什么问题，然后他再给你 refer，然后跟这个医生已经很熟了，然后对，正好我是认识的一个 UCLA 那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台湾的医生，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那不错。对，他呢就是能够给你提供一点安全感和归属感，然后正好这个医院离我们家又挺近的，UCLA 医院，这个也提供了一点归属感。因为小时候其实有一些安全感是来自于医院嘛，我们长大的地方有时候自己最难受的时期是生病的时候，然后生病的时候谁来帮我们呢？一般就去楼下的诊所，那是家的感觉，对吧？或者是离家附近的第一个重要的爸妈那个最有关系的，或者是最有熟人的医院，这些都是提供安全感的地方。那现在爸妈不是身边，你就得自己去建立熟人，然后那个全科医生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最了解你的人，也 takes years。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家附近那个我们经常去吃的那家咖喱店，跟那个老板后来熟到他每次都白送我们一个小吃，因为在他们家吃太多了，然后他们就都认识了，而且每次都特别晚，快打烊之前，然后想吃夜宵的时候去，他还非得，他也不会觉得生气，不会嫌我们延长他们时间，是一个韩国老板，是韩国老板。那他也是 local 对吧？大家都是打工人吧？我觉得我非常确定他不是 local 的 American Korean。对。但他定在这里了嘛？但是他在这儿建立了他的小生意，这也算对吧？对呀。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可能也是没待多长时间。你在西雅图有这种感觉吗？哎呀，西雅图就好玩了。你不觉得我们那会儿特别像一个大学城吗？我们大家在那里边，一个一个的宿舍楼，就是那一个一个商业工业楼，然后对，那一个一个工作楼。因为整个亚马逊市中心不是整个西雅图市中心全是亚马逊。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太有意思了。就是有一年那个，就是你也是17年入职的，对吧？我是16年，16年入职的。反正就是17年到18年的那个新年夜，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会儿是去那个团结湖看了礼花，看那个 fireworks， 像大学是吗？太像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都不开车去，都是从downtown的各个公寓楼一起去那个 SLU，走过去就5分钟嘛，对吧？几分钟、5分钟、10分钟，然后一串一串的人，全都是那个年轻的工程师，那个要不就一对情侣，要不就是几个哥们儿一起的，中国人也多，一串一串的，路上都是中国人、印度人，大家走在人行道，就跟那个大学里面有什么活动，从所有的乌泱乌泱过去，再乌泱乌泱回来。对，我现在西雅图就是那个感觉，但你要说归属那待的太短了，你跟我一样。对，我现在你说这种感觉，我在 Meta 也有，就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只要准时12点一出去，乌泱泱的，就是
讲中文嘛，大家都讲中文，就像大学下课了一样。我甚至有一种局促感，就是说我怎么就是我的群体在哪？因为我并没有几个中国人一块去有的时候，所以你就觉得又回到了学校里，对，我的小团体呢，只有个小团体，就你迎面而来的就是10几个小团体，就是在跟你，就是大家都在说笑嘛那种，你听到的全是中文，就这种感觉。一个是医生，然后得了解这边的制度，就是尤其是法律制度怎么利用，还有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不是说我真的感受到了，因为我还没有做到很好。觉得 localize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了解法律，就哪些法律是对你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可以为你所用的。你在LA生活会遇到这种，比如说车啊，比如开了个罚单，或者是碰了怎么着的啊，太多，经常有这种问题。吃罚单太多，这我都不好意思说，吃罚单太多。吃罚单太多了，然后就会自己写那个申诉书。申诉。对。有一次有一特别好玩的一个 ticket 是，停在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停车位，然后它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说，当时我拿到的那个停车卡是粉色的，然后我吃了一个 ticket， 他说我那个停车位只能停红色的，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个多少刀，59刀还是79刀的，然后我就直接上那个网站写一个申诉说。我这个卡看着就是红色呀，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红色。对，我不知道这个卡不是红色，就我一直都不说，其实我知道那个卡是粉色，但是我就是对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红色，哪个不是红色呢？那我这个卡也是红色，我是看着就是红色呀。然后后来就全给我撤销了。可以啊。对，那就是合理的去。就你如果不研究，我不觉得我这个是违法，而且我挺合理的。说实话，他说他那个是 red only， 那我那个确实没有那种大红色、赭色的那个红，但是粉红也是红呀。对啊。那就如果你不研究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去 navigate 这些。就去吃ticket交钱就走人了。其实交钱走人是一个很没有 involvement 的感觉，很没有参与感的事情。很多事情。多扯皮2下，其实比那个省钱不是第一要务，有意思一点，对，因为我这又说远了，我就觉得整个洛杉矶，它对市民的要求就是你要能主动去闹腾，你要主动的去提出问题，然后提出意见，然后你等着别人落到你头上的一些要求，那时候那种就很可能是。不符合你利益的事情，你比如罚单这个事情，这种事情其实他开错，他不是所有的罚单都有道理的。我还 dismiss 过一张，跟我说 parking 趴到 Sunset， 他没有说具体时间然后谁知道 Sunset 是？对，谁知道 Sunset 是几点？然后正常的Sunset的时候，那个天还大亮呢。就正常Sunset的时间，实际上在那停车那一片是大亮的，我就用这个去写。最后也 dismiss 掉了，好像减成110，减成10块了，这样子，对。就 define sunset， 对，当然很 define sunset， 什么是 sunset？ 对。那这个算是 LA 对你的改变你的地方吗？改变我？过去你就我不知道是我被什么东西改变了，愿意去参与到这种法律法规的过程之中了，还是其实我之前一直是交钱走人的，息事宁人的，对。现在你可以 navigate 了。我还经历了一些事，就是现在能够，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自己也开始接纳他们了，然后这个时候也就会被洛杉矶接纳。就是你说接纳是一个游戏规则吗？接纳游戏规则，去了解别人游戏规则，去玩他们这个游戏，然后对路上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敢于发声。落到自己头上的事情，不公平的事也敢于发生。但是，我是没有怎么遇到过主动寻衅滋事的人。但是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停车的事儿，后边就是一个那种放着大喇叭很夸张的一个改装车在我后面停车，要点喇叭让我把那个车位让开，不对。说我挡路了，
就是因为它这个洛杉矶这个道路很有趣，就是有的时候最右的车是一个合理的停车时间、停车位，但有的时候那个车不让停，它是一个行车道。然后那会儿明明是一个可以停车的时间，后面那个人非说那是行车道，然后他很不友好，然后旁边的路过的大叔就会帮我骂那个人。对 ，nice。对，这个就是遇到了一个比较 nice 的事情。对，但是我就不 disclose 这里面的那个具体的那些东西，对，什么样的？那这挺好的。如果你这种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被本地人被这个城市所包容的，因为有人帮我说话了。有人帮我说，那所以呢，然后我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我专门开车绕了2个 block 追上了那个老大爷，我说谢谢你这个事儿，然后我谢谢你帮助我。So nice。对，他说他对方是非常 unreasonable， 然后他说他一定会他只是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对 ，nice。我觉得你见到朝阳群众还是啥的，这就是本地朝阳群众这样子。我不是现在在湾区嘛，我的邻居对我特别好。有一天我们就房顶漏水了，然后就下着雨，然后我就想上去看那个房顶到底怎么回事。第二天早上我上去看，然后爬到房顶上，结果发现他也在爬房顶，然后他爬房顶就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我们本来没有那么熟嘛，但是他跟我打招呼，他跟我说话我也听不见，老人家，他声音可能没那么大，然后我就看他就说好，他就说 I'll come around，结果我就发现他下来，然后从他们家院子走出来，从我们家后面，就那后门这样进来，然后我也下来跟他聊天，他就说，哎，你这个怎么了？我说可能漏水，我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他就说，来，我给你一个，他给我了4个沙袋，他说你自己找一个塑料袋什么的，先用塑料袋把上面按住，用沙袋按住之后，水就不会往里面漏了，然后你再回去用什么 silicone 买个那种什么胶之类的，往上打一下，干了一下就好了。就这种时候让我邻居嘛，而且他就不是说我也没有问他借，他是主动的，他就跟我说，你跟我来，这个沙袋太重了，我一个人提不动，我们俩一人提2个，然后也冒着一点点小雨，就当，然后帮我送到那个房顶上，就全程帮我就一块弄好。就这种 moment 让我觉得也许我是这个 neighbor 的一部分。对，所以你现在更对湾区有归属感？有，我对下图和对湾区都有那么一点，都是邻居帮忙的这种事。下图也有，对，下图有特别好的，下图也有，也有这种，对，特别愿意，因为我不在嘛，他特别愿意帮忙啊，帮你看一下安全啊，这种。neighbor 关系挺重要的，neighbor 关系挺重要的。我也觉得，我有一部分对洛杉矶有一点归属感的，就是对我的几个邻居更了解了吧。大家关系也都挺好的。我当时对 LA 的印象还是以 entertainment 娱乐圈为主的嘛，但是你的这个工作和身份或者你的这个 persona 是一个以技术为中心的这样子一个人。那你跟 LA 这样子一个以娱乐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城市，你跟他之间有没有这种冲击感？你跟他之间是非常契合吗？还是会有一些冲击感，或者是有 decouple 的地方？有 decouple 的地方，有很多 decouple 的地方。这个有很多细节可以讲。从公司上讲，我们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娱乐和技术结合的一个产物，对吧？对，然后把娱乐数字化嘛，我们相当于是把，对吧 ？Internet Movie Database。那平时我们公司呢，就是技术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这一步，然后我们公司专门做电影行业那一部分人，我到现在一个人都不认识。我跟他们当同事这么久了，我们其实之前不是一个楼层，一个3楼5楼，现在我们都在5楼了。然后我还是不认识这些人，就算是每次 all hand，也只能是点点头，看着那些留着大胡子、戴着眼镜、戴着那种导演帽的人走来走去，但是却不认识，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但是他们也跟你带着一样 badge， 邮箱后缀也是 IMDb。这个是我们公司里面出现的割裂感。那在外面的割裂感，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从我们这个点出发，向西向北，都是那种自然风景，要不就是山，要不就是海嘛。对。但是要是往东去呢，就是好莱坞地区，
你要是沿着那个日落大道一直穿过比弗利山庄，然后一直到西好莱坞到北好莱坞这一串路，我就觉得和这一片从来没有fit in过，我和这一片格格不入。我甚至开车走日落大道过了405往东，过了405往东是 UCLA 地区 ，UCLA 还好，对吧？UCLA 是学校，再往东的话就完全无法fit in那种没有规划，很乱，但是又到处是霓虹灯，对，很绚丽，然后但是路很难走，然后又不能像别人那样开得很快。对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两一点，是我公司有一点，然后还就是我日常生活出去玩的时候有一点，这两者就是让我觉得和洛杉矶最娱乐的那部分还是没有真正的 fit in。但是那首先我就觉得洛杉矶我也不是冲着它是娱乐之都来的，我不 fit in 很正常。但是我这人本来跟娱乐业、电影业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连接。我跟你的这个感觉非常像，有的时候有朋友来，或者大家周末的时候出去干什么，几乎没有是要去就什么 Beverly Hills 或者是好莱坞那边走一圈的。偶尔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 tourist， 虽然我在那已经待过1年多了嘛，照理来说我知道在哪儿 parking， 我其实可以带人在那边走一圈的，所以我发现我在那走我还是一个 tourist。然后当时我是在 Prime Video， 跟你说的这个类似，就我们做的东西是 internal 的一些 tooling，但是我跟真正的，比如说有人要去 upload 的这些电影啊到这个平台上面，或者那些比如说导演演员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接触。Amazon Studio 那些人，对 Amazon Studio 我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我虽然每天开着车，当时我住在 Little Tokyo， 开到 Santa Monica 上班，各种 billboard。然后每天我就觉得，哎，我到底是在这里是一个什么角色？我这个螺丝钉怎么去 fit in 这个 entertainment industry？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我不 suppose fit in。我的那个本职工作，我只是 happen to be 在这个行业，但我跟他的这个 industry， 我永远都不会以一个 engineer 的身份 fit in。我觉得整个娱乐行业都是非常的封闭的，我认为娱乐行业是一个非常讲究 connection，一般都是人介绍人。很少有说能够纯靠客观的一些简历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什么数值堆砌、绩效堆砌去获得一个工作，或者获得一个cast 的机会，不是这样，都是你送一个小样，让你变得更 popular， 让有人知道你，然后说那他也来试一下，因为。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那演戏这个东西，它门槛相对没有那么高。确实是有些角色，尤其是一些跑龙套的，是谁都能演，稍微有点天赋的，会撒谎的，对吧？那谁都能演。那这个时候到底选谁呢？选谁呢？那不就是有 connection 是吧？对。然后要是导演、编剧、制片人这些，就更讲究人际关系、人脉。那因为他们就跟 business 一样嘛。就是要攒合伙人的，那都是什么电影学院的这些人，自己一个电影学院的人。对，我当时在这，有你们这些朋友，你的那个思考真的太深刻，最后结论也挺正确的。主要是当时我比较迷茫嘛，来这的时候我是 personal reason 来这里的，然后进了这个组也就觉得没别的选择，那就进这个组吧。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跟在西雅图的engineer first 的 culture 是不太一样的。就我在这里，你的那个组可能不一样，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core business 的。我们当时是属于做一些 internal 的，我们永远都是一个 supportive 的一个角色。我们跟 decision making 跟他的一些 core 的一些东西就比较 isolated。当时我是觉得比较孤独嘛，所以我就想了一下，我跟这个地方怎么 fit in。其实我现在的组也挺 isolated， 我挺能感同身受的。我觉得你那个思考还真挺好的，没事像你这样想一想，能够节约时间。因为我得到你这个结论比你多花了3-4年，我觉得。是吗？对。那我当时就是想去 Instagram， 就是想去别的公司。对，然后你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了，知道我怎么着。稍微至少修正了一点吧。修正了。前2年不觉得，然后现在我
马上5年了嘛，我换工作之后，我觉得是 best decision ever。就是对我 personal 来说的话，真的吗？因为我到了一个工作环境，我发现它是可以用我自己的努力去就是有所改变的，因为它那个 culture 是它 encourage 这个 autonomy 嘛。就我不是只是一个 engineer， 我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只要能把事情做成，什么都可以做。然后我发现我就可以 grow as a person， 而不是 grow as just engineer。我觉得那个是挺 encouraging 的。假如说你不写代码，或者不在这一个 specific 的这个公司工作，或者这个组工作，你会想干什么？在 LA？ 或者你还会待在 LA 吗？首先我觉得洛杉矶是一个非常适合永久定居的地方。主要是天气，这个天气4分之3的时间都是20多度，这个太厉害了。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我以前没有感受到这种叫什么这种眷顾。以前身在福中不知福嘛。最近这2年就是家里空调坏了，就发现空调坏了，然后又那个不想去修的时候，就心疼那个钱不想修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天气简直绝了，几乎都是不用开空调的。对，尤其是这边又靠西一点，离海近一点就更舒服了，又没有很潮，也没有很干。你要是问我这个，我还是希望能在洛杉矶待着。洛杉矶一定是，我认为洛杉矶除了就是生活成本还是高了一点，除了生活成本高的这一点，我说的就是洛西区这一片，West LA area， 除了生活成本不高这个缺点以外，真的很适合长期定居。那你说如果不在这边工作了，那是不是还要在这边待着呢？那近期来说的话，有可能我还想去尝试一些，尤其是对东海岸感兴趣啊。我甚至对在深圳的生活感兴趣。是吗？对，我甚至你向往国内的？不能说向往，但是我从上学就在这边，上大学就在这边。我实在是不知道在国内毕业工作的感觉是什么样。那应该更 intense， 我觉得。从听说嘛，就是听大家说肯定是更 intense。对。你会喜欢纽约这种地方吗？纽约我待过，对东岸，比如说 West Virginia 也挺值得住，也挺好看的。纽约挺好的呀。纽约的话，我在纽约也住过，也待过小半年。纽约不是我们来美国的理由，我只能这么说。纽约不是来美国的理由。如果是去纽约州生活的话，肯定会去新泽西这种地方，因为新泽西这种地方就更像洛杉矶啊这些地方，就是有自己的空旷的大片路，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地方。对，在纽约我们经常去纽约，就是可能出差1周什么的，那边就会把人，有些人喜欢，我短期内我是喜欢，就可以把人变得非常 workaholic， 因为他的时间我是按照这个西岸的时间来的。所以早上起来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工作或者去运动一下，晚上一不小心时间就直接到了下午8点9点，然后你去个夜宵什么的，就会让你整个一天的时间，比如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全数在那个工作里面，你觉得你可以干，这是 workaholic 的，大家不要学，但是 workaholic 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干很多事情，然后效率极高，然后每天下班之后，这个世界还是开着的。LA 也有这个感觉。你是什么时候在纽约工作过一段？我们 COVID 的21年的7月份到9月份吧。7月份到9月份，这是还没去夏威夷呢。已经去完了，已经去过回来了。然后后来就是在那有的时候过去住1个月，住几周，或者有时候工作的那个出差的时候去。对，他就会，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短期住一段时间的话，会加倍这个 efficiency。很神奇的。哇，你这个工作狂。然后主要是它让人不会觉得累吧？就是你下班了之后，你还是有好多事情立刻就用步行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是要开车嘛。对。纽约就是步行，你吃东西啊什么的都有。你在这的7、8年有没有一些阶段是迷茫过的？然后你怎么现在就不迷茫了？我觉得你现在不迷茫，所以我才这么问。
现在不迷茫，是因为大家目的都，我现在目的都很明确了，大家接下来目的就是搞钱，对吧？就是挣钱，挣的越多越好，想办法挣钱。没有身份的就好好工作，有身份就开始去琢磨一点别的，要不就是这个是生活目标的来源，这个是不迷茫的来源。那迷茫的更多的是，将来的生活怎么走，对不对？尤其是，我们都经历了类似的事情，觉得我认为这个个人问题是迷茫的来源一大部分。就是你想不清，当时想不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那你想不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你就完全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另一半。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那你就不知道该去如何寻找另一半来达成这种生活，或者分享这部分生活。那当时这两个迷茫就交叉到一起了，交错在一起了。我们是同一阶段吗？几乎是一样，就是你的 face，你的相位比我多了，比我每次都早1/4个周期这个样子。对，我觉得我跟你你肯定记得，就是重复说一下，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们俩的轨迹 cross 的时候，是我还跟你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对。但我知道你嘛，是因为我们在亚马逊那个华人的那个活动里面见过。完了以后，当年是我还在每2周往 LA 飞的时候，我在机场看到你了，然后我就想说，哎，你也飞这么，你也往这么经常飞。然后等到了这之后，发现你也在这儿，然后就发现这个轨迹是类似的嘛。对啊，蛮有意思，太有缘分了。前2周可能我们还在某一个会议室里一起商量举办活动。对啊。然后后面就在机场看到，哎，你怎么？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在这个楼那边一起打球了。对，我们打过一次，对，打过一次球。对。对啊，迷茫这个是最大的迷茫。说实话，大家上学、工作都完了，那个人生活是最大的迷茫。就我当时对自己的，我更大的迷茫是不知道我以后该干什么。我当时有一个，就是刚刚面试失败嘛，就是18年的时候面一堆公司都没成，不知道 what's next， 然后眼看着可能当时的我就担心什么，到第4年有 cliff 然后包括 personal 的，然后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到了这个城市。你从西雅图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比如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房子，有个自己的家，这是一个 contained 的。对。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说的，你有一个家的这个一个感觉。那是我的狗窝嘛 ，in that sense。对。结果到了之后，这个城市这么的大，就是太大了。我开车要开1个半小时才能从家到公司，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找不到这个 anchor。和西雅图完全不一样，对吧？对，西雅图。更安全，其实就是更有那种安定，更容易找到安定感。可能也是那边人多，周围的中国人、公司的人熟了。说一个小细节，西雅图的车速比这儿慢15迈。对。这边开75，那边开60。对。而且在西雅图开习惯了，也不觉得60迈很慢。对。到这了就，尤其是你知道前面要堵了，你得草草的找到一个 exit 什么的。当时我有这种。已经有这种你那个当趟开过来更夸张。对，当趟开过来时间比较久。我其实挺能理解你的，我知道你当时的那种迷茫，这种大城市的恐慌来源。其实因为你没有在这边读书。对，你像我不一样的点在于，我还有一些读 PhD 的师哥师姐在这边，还有朋友在这。对，当时学校里的那些，然后纷纷就。有一些扎了根的朋友，他们也是这个 anchor。对，因为我是 USC 的，那 USC 也算我的 anchor。对。那这是我们俩不一样的点，所以我从来没有在这边感觉到慌过，对，没有迷茫过。对，虽然是在 USC 待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很神奇，这个学校成了我的 anchor 了，在这边。后来这个迷茫还来源于，就像你说的那种
工作未来不知道怎么样，也就是大家有经历有一些像经济危机的东西。那么后面还有一部分安全感，就是也来源于工作，解决这个迷茫就是工作。你选择了跳槽，我选择了在这个组继续深耕，对，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领域。那这样的话，只要好好工作，那暂时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的。这也算是一个解决迷茫来源。没错。也回到了我一开始说的，要解决迷茫核心是考钱，这个是我现在看清楚的事情。个人问题的确实是超级迷茫啊，当时因为大家都是这个行业的人，我们这行业的人，说实话，在这个情感领域、感情领域，大家都不是大家都不是一个高手，或者说有很多而且你优势没有优势，我们专业没有给我们在这方面带来优势。而且你在 LA 就是感觉是extra disadvantaged， 在这里的大家的这种，假如就是说健身这种 outfit 这种状态，如果你在跟别人 compete 的话，我觉得我没占优势。假如说明天你就必须得离开 LA， 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最好的、最想带走的？需要换城市了，什么东西带走？记忆或者是 experience， 什么是你觉得最好的？我要杠精了，不能杠。可以杠。我们讲，你看这个经历记忆是带不走的，那要带走的主要得是随身物品。说得好。我来，但是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当你要不得不离开洛杉矶的时候，你最怀念的是什么？然后你在另一个城市，你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我在洛杉矶就好了。如果在洛杉矶这种生活是什么样？对，其实离开了也好，从另一个角度讲，你知道吗？就是离开洛杉矶，你离开洛杉矶也好，那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留下来的这个人要收拾一地狼藉，孤独一点是吧？对，大家一个个往外走。不管是这个个人问题，还是朋友一个一个离开洛杉矶。对，留守的人一般都要经历更多，就像大学宿舍，对吧？先走的人一般不会有很多感慨，越到最后人越少的时候，最后的那个人看见4张空床。对，我觉得我当时在这儿印象最深刻的是周五晚上跑去东面，特别东面唱歌。那我认识了一帮我平常没机会接触的，去唱歌的时候认识到的一些朋友，就各行各业都有，就全是 Asian， 但不同的 background Asian， 然后反正都有，学生也有，然后各种都有。我记得那是你最酷的时候啊，在我印象里，你唱歌对，唱歌，对你经常会跟我说，然后那个一些专业的，然后对你给我讲过，然后尤其认识了一些台湾朋友，对，他们可爱唱歌 holic， 就是超级酷，特别羡慕，这个文化在哪儿我都再没遇到过。对，就回那个西雅图我住了段时间，没有那么多，1-2个，然后湾区就更没有了。湾区很多地方大家有孩子了，可能没这个条件，不会想这样子去生活了。有一点很好，就是你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体验很多世界级的一些活动是吧？活动 event 什么？它不是电影开幕式这种东西是吧？比如我特别喜欢Hollywood Bowl， 就是那个好莱坞那个露天的大剧场。对，就是可以演奏的那个，对吧？对，它是在一个山上，你记得吗？它是一个饭店，中间有大舞台，然后特别大。然后它那种剧场又是那种古代，就是很古典的那种希腊式的，那种剑法，它是很独特的，通过那种山谷，通过那个特殊的山坡的形式把那个声音放大。虽然现在大家都是音箱什么的加持了，但是，那个感觉还是非常，那个是比较 unique 的，非常unique的感觉。当然就是这种，洛圣都的感觉，就是洛圣都是那个《侠盗猎车5》里面的洛杉矶的跟洛杉矶做的很像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非常奇幻的感觉，你会觉得洛杉矶真的跟游戏里的世界一样。每天都过得很夸张，就呼啸而过的警车，对，呼啸而过的消防车，这个
飞奔的那些飙车族，零元购零元购也有对，还有这个 homeless 对，我原来住的地方在 Skid Row 旁边，那个真的是。前2天去downtown还路过了那个Avalon 对吧？对，我路过了那儿，我还跟我妹子说，我说哎，这就是上之前带我过来玩过的地方。就一条街之差，那边就是 Apocalypse， 这确实 surreal。这个3藩应该也有，只是我当时住太近了，比较切身的这个体会。洛杉矶这个地方，它你最带不走的东西是，它完成了你从一个学生，从一个不成熟的人，变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变成了一个去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变成了一个普通市民，甚至是美国社会中间分子的一部分。就这个转换的过程，经历的所有细节都是在这个城市完成的。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甚至让人很气人的小孩，刚来的时候，现在已经是现在我不说已经是中坚力量了吧，起码我认为是 above average 的这个市民。就你的10年都是基本上是在洛杉矶，所有的转变都是每一件小事儿，从你去理解法律法规，从你去 DMV 注册，去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去投资，对不对？对，去 real estate。这个还挺不一样的。所有的过程都全是在这完成，全是洛杉矶，所有地方都是在洛杉矶完成的。这个独特的个人的体验，就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然后你再回想，同样是在这片土地，可能几年前你还在你学校旁边图书馆里面打工，挣着那个$101小时，15美元1小时，同样你拿着学生证，跑来跑去的，就都是在这儿完成的。这真不错。那其实很多人如果在选学校、选地方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来这样子的城市，就是复杂，对，复杂一点的城市，大一点的城市，你可以，即便你在这个地方没有离开，你可以有一个整个的 experience。像这里纽约，甚至其他所有3藩也可以都带来不了的。对，一定让它给你足够的空间让你去变化。假如说我就在 Ohio。就毕业了，在 local 找，即使当时有 local 的工作嘛，我如果真的待下来到现在10来年了，那估计就出不来了，就整个人的 mindset 就，或者我来了之后我会觉得 overwhelmed， 我会肯定不能适应这里的这个生活，怪不得没办法适应。你说这个我认识的人在俄克拉荷马上学，就永远离开不了俄克拉荷马和德州那一片地区了。对，他整个 life 已经 sink in 了，就像你说的，你在这里完成了所有的转变，他在那边完成另外一个 version 的转变，但他就很难出来了。那你现在如果换到一个其他大城市，同样的东西你也可以重来一遍，因为 LA 太复杂了。对，我觉得去另外任何一个城市，可能除了纽约以外，都不再有没有问题了，都没有问题了。不错。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就是触手可及的世界级景点，这个是比较独特的，对不对？这就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才能有的感觉。对，这边就电影行业带来的东西太多了。电影行业带来的就是这些世界级景点，别人要坐几个小时飞机，开几个小时车，要做一堆攻略。你想好了明天就去，对，你不用考虑太多，对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去哪玩。还有很多 accessible 的东西，就比如说哪别人有一个消息说在哪有一个什么活动，有个 pop up，你可能轻轻松松就去了，但你在别的城市你就不可能了，就来不了这些。就还有那个我应该还有一个比较我喜欢的，不是喜欢吧，就是难忘的，就是经常可以碰到电影明星。你常见吗？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个体质？你有这个体质？你说。我想起来有几个啊。我有一次在那个，你知道有一个 gym 叫什么 Gold's Gym？ 对，我在那边的时候碰到了很多年前演那个 Hellboy 的那个男主，他名字我忘了，就脸长长的那个白人大爷。对，就他在那里坐，然后旁边有个保镖。然后我在那碰到过他。然后我在 Little Tokyo。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下班买东西，碰到过那个尼古拉斯凯奇，就他在那买酒，
他其实当时好像有那么点胖，19年、18年的时候，19年对，感觉有点胖，然后拿了一瓶 whisky。你跟他说话吗？没有啊，但我觉得太 private 了，他的表情也就是挺不想感觉可能已经喝了几杯了的那种感觉。旁边还有一个他的朋友，他朋友看上去是有点喝醉的样子。所以2个人在那。